我刚才不是被正好那孙子追着打吗？误入死胡同，我见实在躲不过就撞墙了。撞墙之后就没什么印象。我勒个，怎么给我弄黄土高坡来了？谁这么缺德开这种玩笑？小伙子，你这是睡迷糊了，还是从哪儿跑过来的外乡人啊？说话咋怪里怪气的，听不懂嘞。大爷，手机借我一下呗，我打个电话。什么手机？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哼哼，这儿是短剧世界隔三差五就出现的红旗生产大队。啊，红旗大队？那现在是哪一年啊？1976年呗，这还用问？你这小子是不是饿傻了？1976年，70年代。哎呀妈呀，太好了，手机没丢。我操，这啥意思？完了！哎，对了，那个追着我讨债的孙子呢？他可千万别跟着穿过来啊，不然我还得被他追着打。那个光头下手可黑了，不行，得赶紧想办法回去。可怎么回去呢？哼，逻辑这不就通了吗？我是撞墙来的，那回去指定也得撞墙，多撞几回，肯定能把我撞回现代。没事儿，不疼，再来，肯定是力度不够。哎呦呦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外来的小子脑子被驴踢了，好端端的墙，拿个肉脑袋死磕，这不是纯二傻子吗？我看是饿疯了，想撞晕了讹咱们村混饭吃呢。可不是咋的，看着人模人样，咋一脑袋浆糊啊？撞墙能撞出啥名堂？这小子唱的是哪一出啊？是想把自己撞晕了不干活吧？这可是典型的好吃懒做，以后大伙可不能拿我当典型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现在，让我回去。再来，我就不信回不去。这小子小说看多了吧？撞墙能回家，以为自己是神仙侠客啊！这是第几次了？再来！不行了，再不吃点东西就饿死个屁的了，得去讨口吃的。上来就要饭吗？哎呀，好没脸啊！妈的，命比脸重要，还是先活下来再说吧。大娘，行行好，我实在饿得不行了，能给口粗馍垫垫肚子吗？哪怕一口稀粥也成。我以后有钱了，一定加倍报答你。果然，你撞墙是有目的的。这年头，谁家粮食也不够吃，还接济你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我看你就是好吃懒做，游手好闲，年纪轻轻不干活，就知道伸手要饭。赶紧滚远点，别在我家门口站着，晦气！大娘，我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，就一口行不行？我真快饿死了。少在这装可怜，你饿死关我什么事儿？再不走，我拿棍子抽你啊！滚！这个男人为什么看起来似曾相识，好像上辈子见过一样？我真的快不行了。清河，你别犯傻呀！
这外当人来路不明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沾上他容易被人说闲话，以后还怎么嫁人？快走！大娘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，可他都饿成这样了，站都站不住。就是一个馍的事儿，举手之劳，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自己担着。我给你带了吃的，找个地方坐下来吃吧。快吃吧，别噎着，额头都破了，别再撞墙了，先把肚子填饱。在现代被欺负、被看不起，穿越过来又被嫌弃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就是个没用的人。谁都有落难的时候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快吃吧。妈的，敢占我女神的便宜，给我等着！这纹路怎么和我在现代撞的石头一模一样？可能是巧合吧。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填饱肚子。你慢慢吃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真是个好姑娘，哪儿都好。腿不软了，脑袋也不懵了。虽然只吃了一个杂粮馒头，但现在也容光焕发的想炸掉。嘿嘿，你个大傻子，离我们村花澄清河远一点儿。我们村的宝贝也轮得到你？没水还没尿吗？也不看自己什么揍性，赶紧滚！就你还攀高枝，赶紧滚蛋，不然别怪哥儿几个对你不客气。完了，这外来小子要挨揍了！这几个二六子可不是好东西。原来他叫程清河，人美，名字也好听。我一没偷，二没抢，人家姑娘好心给口吃的，我光明正大的接受帮助，用得着你在这指手画脚？你堵着我张牙舞爪，莫非是喜欢人家姑娘？哼，就你这逼样，你配吗？你公分不正，分币没有，天天蹭吃蹭喝，溜达瞎晃，不觉得窝囊吗？这三个货年纪轻轻，不种地不干活，天天晃悠，还有脸来找别人麻烦？谁给你的脸？就你们这身子，老子一脚能让你去见你太奶！老子好歹是个现代人，对付你们三个小螳螂，跟杀只小鸡差不多。二哥，这小子这么壮实，咱可能真打不过他呀。你哥说的对，二六子就是欺负人。这外来的小子嘴皮子真利索。好你这个小子，给老子等着！走！那几个二六子应该不会善罢甘休，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得赶紧找个落脚点，整个营生。也不能总指望清河姑娘。唉，这70年代也太枯燥了，没网络，没外卖，没手机，想点个吃的都没有，日子过得太憋屈了。队长，快出来！大事不好了！那个来路不明的外乡人满嘴怪话，行迹十分可疑，别再是哪里跑来的坏家伙喽！快把他抓起来吧！你说那外乡人是个可疑的坏家伙？是啊，满嘴胡话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走，我们去见见他。站住！你就是那个外来的年轻人，刚才你说什么奇怪的话？老老实实交代。你到底是哪儿来的？为什么出现在我们村？不是哥们儿啊，不，同志，我说啥了？我就是少狡辩，满嘴怪词，还敢说自己不是坏人？今天你不说清楚，我立刻让人把你绑了。我咋解释啊？难道想说自己是50年后穿过来的？我真不是坏人，我没法解释我的来历，但我真没有毁坏任何东西，我冤枉啊！完了，随口说句话就被收拾，这才消停多一会儿啊！先把他带到队部，吃完饭我再审他。
怎么回事？我身上的现代特征被抹掉了。你身份不明，言论怪异，形迹可疑。我现在要连夜把你送到镇上彻查到底。来人，把他带走！老子才刚穿来，难道要撂这儿了？谁能来救救我啊？三叔，我是清河，我用我的名誉和人品担保，他绝对没有坏心，更不是什么坏人。如果他将来真有问题，一切后果我一人承担。要抓我，要处理就处理我。我和这姑娘就见过一面，她为什么要舍命护我？难道是一见钟情？既然清河担保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下次注意。计划得抓紧了，只有挣钱了，说话才能硬。2辈子了，能有这么爱护我的人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都不能辜负。程姑娘，这是哪里？这是我家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先在我家凑合一晚上。这可不行，程姑娘，我不能再给你找麻烦了，对你名声不好。你告诉我哪里有遮风抵雨的地方就行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能不能借给我点钱？我做点生意。村西头有个空房子，可以遮雨。程姑娘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不知道。唉，看来撞墙是回不去了。不过我从50年后过来，对我来说，这个时代遍地都是红。那从今天起，乡亲们，家里有没用的破布、烂棉撒、废铁、旧铜，我统统全收，价格公道，现场给钱。哟，这不是撞墙那疯小子吗？不撞墙改捡破烂了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，原来就是个捡破烂的穷酸货。这小子是不是还没清醒啊？这破烂白给都没人要，他还花钱收，用不了半天他就得哭着把这些破烂扔了。没东西卖，那就散了吧。哪个不识货的傻子把这玩意儿都扔了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。先卖破烂，再卖古董。8000，我去，那岂不是相当于现在的200万了？不是吧？真赚到钱了！我的娘哎，比我干2月农活挣的都多。锦衣大兄弟，我早就看你不是凡人，一定会有出息的。刘老板，以后你收破烂带上我，我给你打下手，管饭就行。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啊！刘啊，大娘早知你是大才，之前都是为了激励你。免了，我怕你撂这儿，我可没多余的窝头给你吃。您还是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。一块破石头，留着当个核桃也行。那小子手里的石头怎么会发光？凭啥？一个外来的野小子一来就撞好运发大财？我们天天累死累活挣那2公分，他捡破烂就比我们挣得多。凭啥好事都落他头上？不行，我绝不能让他这么舒坦！哼！让你发财，我让你1分钱都卖不出去！
看你还怎么在我们村嚣张！哎，跟你们说个事儿，可别外传啊！啥事儿啊，王婶？神神秘秘的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刘锦衣呀，他那钱是好来的吗？我看啊，指不定是偷鸡摸狗挣来的黑心钱。这钱可花不长久，早晚要出事儿。到时候上面查下来，说不定还得连累咱们全村跟着倒霉。难怪他发财这么快，原来是来路不正啊！是啊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太可怕了。以后可得离他远点，别被牵连了。哼，眼红了，就开始搞这种小动作是吧？行，你要玩，我就陪你玩一回。搞事的人，第一次没什么效果，第二次一定更加疯狂。跟我玩阴的，你怕是真不知道小爷来自哪里。刘锦衣，你个外来野小子，我让你风光，今天我全给你霍霍了，看你还怎么在村里待！王婶儿，三更半夜不睡觉，跑到我的废品堆里玩，手扎的疼吗？先把他押到大队部去，手给他包扎一下。太晚了，明天早上再审。大家都散了吧。说吧，你是要偷东西，还是要破坏人家的财产？没有，我没有，你们冤枉好人，我就是路过，我什么都没干。路过需要带着火柴，路过需要踢散我的货，路过需要扯断我的打包绳。还有，昨天在小巷子里造谣，说我赚的是不义之财，是他说的吧？我就是看不惯你，谁让你运气好捡了一块会发光的破石头？你靠那块石头发财，我就是不服。这就是我捡到的小石头，留着玩的。大家觉得它能发财吗？这不胡扯吗？一块石头怎么可能让人发财？是啊，王婶，你这是宣扬封建迷信，要被处理的。你这人太无耻了，扣你家1个月工分。这纹路怎么和清河姑娘戴的古玉纹路一样？难道真有什么说法？当初我快饿死时，是清河给我吃的。我被人抓，是他拼命护我。如今立足了，绝不能亏待人家，都给我拿最好的。这是给清河家送大礼啊！这小子倒是重情义。清河在家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清河，当初我饿得快晕倒，被人赶，是你救了我的命。后来我差点被抓走，又是你冒大雨护我。现在我挣钱了，以后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当初只是顺手帮了你一把，真的不用这么破费。你在我最难时帮我，我记你一辈子的好。这辈子，我一定要娶你。你先忙，我先回去了，以后经常来看你。哼，那个外来的野小子又
又往清河家里跑了，这都第几回了？天天这么跑。孤男寡女，私下往来这么密切，连个避讳都不懂。清河一个本分的大闺女，这么搞，早晚得被糟蹋。唉，以后还怎么做人喽？糊涂啊！刘锦衣就是个外来野小子，没根没底儿，连他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。真要使坏跑了，找都找不到。哼，清河这么好的姑娘，正经好人家提亲都得排队，你偏偏跟他走这么近，以后谁还敢要他？怕是一辈子都要被耽误喽。我看就是那外腔人花言巧语，骗得清河团团转。哼，清河太单纯，看不出人心险恶啊。反了，简直反了！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清白。被这么嚼舌根，以后还怎么活呀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你跟那个外来的刘建一到底怎么回事？天天往咱家跑，全村闲话都快把咱家淹了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娘平时教你要矜持，可你跟个来历不明的人走那么近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们？爹娘。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不管有没有，你们不准再见面，更不准他踏进咱家一步。以后你老实待在家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妈的，这群狗日的刁妇又害我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挑明了。今天就去提亲，把事儿定了。我看上的人，谁都不能欺负。你还来干什么？我们家不欢迎你，赶紧走，别再毁我女儿清白。叔婶儿，我知道最近村里闲话难听，也知道你们生气，所以今天我正式登门提亲。我刘锦衣这辈子只认程清河一个人。我虽然收破烂，但不偷不骗，靠自己的双手挣钱。我2个月能挣1000把块。虽然不是很多，但足够让清河过上好日子。你们怕我来路不明，那我就在村里建房安家，彻底留下。这600是我全部的现金，都拿来当彩礼，非程清河不娶。谁也不能嚼舌根，谁也拆不算。你可想好了，提亲不是儿戏。此生不悔。100都是天价了，他竟然给600彩礼，人家明媒纳彩，这下看谁还敢说闲话。我这就买地盖房，房子建好我们就结婚。清河，你信我不？我要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。我信。破烂厂只是小打小闹，想快速积累资金，让清河过好日子，还是得多元发展。算算时间，物资紧缺要严重了，但今年还不能囤货，属于投机倒把。一个人不能玩，那我就搞集毁经济，带着村里人一块儿搞个村办作坊。奇怪，好面熟，这缩脖子的猥琐样儿，我肯定在哪儿见过。现在还是村里？是他，就是那个混蛋！我现在还没攒够力量，不能被他认出来。邪门，看着真眼熟，可就是想不起来。算了，一个普通乞丐，可能我想多了。都他妈是你害的！不然老子怎么会又来到这个世界？凭什么你人模狗样，我却要在这里当乞丐，被人嫌弃？我操！哪个孙子在骂我？这作坊就先生产一些手工刚需用品，现在物资紧缺，不愁销路，都是低级原料，也好采购。只要步入正轨，就是翻身的第一步。
锦衣，忙着呢。有事儿？听村长说你要带大家干作坊。你消息了解的倒是很快。锦衣啊，你现在这么忙，身边连个帮手都没有，多累啊！我给你搭把手，也能帮你分担分担吗？这贱人真不要脸，是想攀高枝想疯了吧？见人家有钱了就舔着脸贴上去，以前怎么不见他这么热心？锦衣，我是真心想帮你，你就答应我吧。我操，坏了！张寡妇，你再不离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锦衣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呀？清河，你别误会，我跟他没关系，是他自己凑过来的。清河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我绝不会对不起你的。我就说吧，人家心里只有清河。程清河，你个狐狸精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的娘哎，这作坊真规整，锦衣这是来真的啊！看这架势，锦衣肯定能带咱们村过上好日子。你们看里面，缝纫机、布料都摆得整整齐齐，不知道招不招人啊？各位乡亲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咱们这个作坊就是为了带大家发家致富，主要加工一些刚需日用品，工资按劳结算，缝一件衣裳5分，编个篮子4分，勤种点，一天能挣2、3毛。啥？这可比地里刨食强太多了。是啊，比镇上的售货员都强。不光是工钱高，还包午饭，不一定吃得好，但一定能让大家吃得饱。月底还发福利，粗布、肥皂、火柴都是咱们用得上的。李支书，王主任，不错，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啊！这是咱们强都县第一个集体作坊试点，大家一定要勤恳努力。李支书放心，我们都愿意跟着锦衣干。是啊，李支书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村里会全力支持你，公社那边也很支持，好好干，争取带动更多乡亲致富。领导放心，这2天你抽空去趟县里，拿红头批文去刻章，这样才算合规。清河，以后我们再不分开，一起在这个年代生儿育女。都给老子站远点，不想活了是吧？你们干啥呀？砸坏了我们咋干活？老东西，今天就砸了，你能咋的？咋的？上三，你带人砸我东西，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刘老板，你倒是会装糊涂，在我地盘上开作坊，连保护费都不交，你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是张秃子让你来的吧？老子是自己来的，今天交10块，以后每月交5块，不然让你从此消失。消失！你这是敲诈勒索！再多嘴，老子给你脑袋开票！大家都别慌，法治社会岂能让他们无法无天了？你小子还敢嘴硬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！住手！李队长，您咋来了？我这闹着玩呢。闹着玩能砸坏东西，收保护费？你天天在这一带敲诈勒索，今天可算抓了个现行。队长，我们没有。控制起来！李队长，我背后有人，你要是抓了我，可没好果子吃。哼，带走！刘锦衣，我背后的人不会饶了你的。老实交代，谁指使你的？都是我自己干的。行，那我也省事儿了，明儿直接送局子吧。
我说，是那个乞丐，我们都叫他好哥。那个天天穿的破破烂烂的乞丐，他看着是个乞丐，其实手里有钱。他让我盯着刘锦衣，经常去闹一闹，搅黄他的生意。好不容易逃离那块破石头，因为你，害老子又被送到这儿。如今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我成了乞丐。这次绝不会让你好过。我听岭南镇的人说，刘四郎山藏着一块会发光的奇石，半夜时上面的符文还会发绿光呢。真的假的？我来到这个世界后，这种带符文的石头出现概率太大了。还有那个乞丐，也总是隔三差五的遇到，这绝不是巧合。最近状况不对，我应该是被人盯上了。锦衣赶集了，来看看，刚到的新米香得很，买2斤，我给你算便宜点。张叔这米看着确实不错，来10斤，再打5斤菜籽油，回头帮我送家去。得嘞。张叔，最近集上有没有陌生面孔？我总觉得好像有人在暗中盯着我。倒是有个乞丐，最近天天在集市上晃悠，看着脏乎乎的，也不怎么说话，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人？哦，乞丐，我之前好像也见过一次，当时他低着头，没看清模样，就40来岁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全是灰，穿得破破烂烂，看着挺可怜，但眼神不对劲儿，冷得慌。钱先给你，张叔，下次还来。你可得小心点儿，那乞丐看着就不是善茬。知道了，张叔。李姐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个乞丐一直在盯着这边？看见了，天天蹲在墙角，眼神阴沉沉的，太吓人了。就是他，我上次见过一次，没想到眼神这么阴狠。锦衣，你得罪他了，这乞丐看着就恨你，你还是赶紧走。没事，我倒要看看他想干什么。刘锦衣，以后的日子你别想好过。你认识我？你到底是谁？锦衣，你盯着那个乞丐干什么？万一再缠上你。他不是普通的乞丐，还认识我，对我充满了恶意。锦衣，你可别大意。那个乞丐最近总在打听你的情况，问你家住哪儿，作坊在哪儿。看来他是别有用心啊。果然是冲着我来的，看来以后得小心了。小人都在暗处，得赶紧把批文和公章解决了，只有这样，才能顶得住陷害，保护好清河。刘锦衣同志，李主任特意交代，你一到就直接去他办公室。辛苦张同志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刘啊，来得正好，批文刚下来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村的作坊就是咱们县重点扶持的优质集体经济，拿着它，以后无论是场地扩张还是资金周转，我们都全力保驾护航。太感谢李主任了，有了上面的支持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刘老板，你们以后可就是咱们县的香包包了。我们不会盲目扩张，会一步一个脚印，稳步把作坊做大做强。张同志，我能去档案室看看地界档案吗？我想核对一下厂房地基信息。这有什么不可以？随便看，本来就是公开的。大爷，我是刘锦衣，我想查一下地界档案，看看我厂房的边界。地界档案都在那边柜子里，你自己翻吧。不过你查那老宅地干啥？那地方解放前就有，老一辈都讳莫如深。大爷，您知道底下藏着啥了？那块地基格外结实。具体藏啥我也不清楚，听老一辈说，下面有块能镇宅的石头，还能连通什么世界？不对啊，这地基的位置怎么和石敢当残片的纹路这么像？当年他们建房子时，就是围着那块石头建的，说是能保平安、聚财气。大爷，
那块老石敢当，您见过吗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就一块不起眼的青石，看着没啥特殊的。据说它能镇住地界，还能结引有缘人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白纸黑字怎么会这样？咋了？跟见了鬼一样？档案上写啥了？百载沉绵则有主，不渡凡庸渡真龙。定点接引，这石头主动选人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事儿啊，我还真听过一嘴，只是没人敢信，也没人敢说，怕被当成疯子。主动挑选，精准传送。那我当年撞墙穿到这里，都不是意外，而是提前规划好的。你就是那个被挑选的人吧？你所经历的一切，从头到尾都是宿命的安排。宿命，都是宿命。那我拥有的一切，也是被算计的。这一切，都是早就注定好的。小伙子，别太钻牛角尖了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都是你应得的。至少，你现在事业有成。成守石，清鹤口中的程家先祖，怎么会是他呢？没错，就是程家先祖守护着那块石敢当，并记录这些隐秘，一代代传下来。石敢当定向传送自己，遇到清河，这就是一场被编排的宿命。小伙子，档案上的事儿，知道就知道了，别往心里去。命里注定的事儿，降也降不过哦。不对，全都不对。当年我撞墙穿越，不是意外；偶遇那个阴狠乞丐，也不是巧合。到这里后，遇到的所有人和事，甚至是麻烦，都有什么在暗中操控。原来我从头到尾都是棋子，被时空力量被那块石头操控着。连遇到清河，拥有现在的一切，都是提前规划好的。可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？这股力量想要把我卷入到哪里？村里最年长的陈老太总是神神叨叨，他会不会知道这一切？陈老太在家吗？我是刘锦衣，来看您老人家了。锦溪小子，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来看我这老太婆？陈老太说笑了，您老见多识广，我今天来是想跟您打听点事儿。我想问问您，咱们村程家先祖护石的旧事，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事儿？我买了程家老宅院，整理地基时发现一些奇怪纹路，听人说和护石有关。程家先祖确实守护了一块奇石，那石头能镇宅，能连通古今。您知道那块奇石在哪儿吗？这是程家隐秘，连多数程家人都不知。以前咱们村有没有奇怪的人来过？比如落魄的壮汉。几十年前是出现过这么一个乞丐，天天盯着程家的方向看，蹲了几个月，突然就不见了。就记得年纪不大，长头发，眼神特别阴狠，和大集上那个乞丐一样。您说的这些对我很有用，麻烦您老人家了。这么说，那个乞丐几十年就穿越来了，而且早就盯着程家，盯着那块奇石。看来他的目的远不止我一个人。程家先祖竟然是护石人，这局布的够大呀！锦衣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咱们作坊要完了。赵叔，出啥事儿了？咱们的原料全没了，布匹、针线、油料一样都没有了，没法开工了。原料怎么会没了？我上周才让二小去镇里订了一大批，按说今天就该到了。别提了，二小刚从镇上回来，说镇上断供了，咱们只能停工。老板，我跑了3个供货商，全都是空的。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断供？供货商说原料被人一次性买断了，连库存都被清空了。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？是隔壁镇的张秃子，他砸重金买断了所有现货，就是想逼咱们破产。张秃子，
又是他，这次竟玩得这么绝。老板，这可咋整啊？我2个孩子全靠工钱糊口呢。是啊，我家那口子常年吃药，要是停工，药都买不起。大家别慌，我不会让大家断了生计的。停工期间，照样给大家发基本工资，不会让大家断了活路。我做这个主了。老板放心，要能重新开工，我们愿意加班加点把活补回来。张秃子牙够狠啊！你妈了个巴子！哎，这石头怎么突然发烫了？难道和这次断供有关系？还是说，那股神秘的力量又在背后操控？锦衣说的外地货源咋还没来呀？要是再不到，咱们的订单就真要违约了。锦衣既然说有后手，就肯定有把握。咱们作坊是全村的宝贝，倒不了。来了！货到了，满满2大车，咱们有救了。赵老板一路长途跋涉，辛苦了。兄弟客气了，连县上领导都亲自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大家都别愣着了，赶紧过来帮忙卸车。这些原料品质更好，价格更便宜，咱们今天就复工，把耽误的活全补回来。张老板明明把原料全买断了，他咋弄到货的？回去告诉张大傻子，我刘进一做事从来不留后路，只留后手。得赶紧告诉张老板，这事儿要闹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一手漂亮，这下张秃子怕要哭晕在毛宫里了。这些货我打算降一成，长期合作，再额外给福利。我不仅要保住自己的订单，还要把张秃子的全给抢。对，让他血本无归。豪哥，你得帮帮我，我被刘进一搞破产了。我比你更恨他，他毁了我2世的计划。2世？什么意思？你只需要知道，我有办法让他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从穿越到现在，所有的事，全都是冲着我来的，无一例外。第一次在集市遇到乞丐，他就低着头躲着，我当时就觉得眼熟。再往后，不管是作坊还是出门，都有一股莫名的恶意，甩都甩不掉。最初我以为是张秃子搞的鬼，可他都破产了，那股恶意还是没消失。前阵子，有人偷偷打探我和县里的关系，问我作坊的货源渠道，甚至问我宅院的位置。当时我就觉得蹊跷，现在一想，这根本就是有人在摸我的底啊！生意上的麻烦一次比一次诡异，先是被上3敲诈，再是原料被张秃子截胡，但张秃子那半两脑袋儿根本没那本事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是现代。在那个死胡同里，我被真好追得走投无路，刚好撞到了墙上的石敢当。难道他也碰到了那块石头？没错，一定是真好。当初不止我一个人穿越，他也跟着穿过来了。我穿越过来，遇到清河，开作坊拿批文，而真好却落得个衣衫褴褛、沿街乞讨的下场，只能藏在暗处搞点小动作，不敢正面现身。多次偶遇，暗中恶意针对，打探我的人脉，破坏我的生意，所有的疑点全都指向了真好。他不敢正面现身，说明他现在还没能力跟我正面抗衡。可他既然又能穿越过来，手里说不定有回去的线索，甚至别的底牌。而且陈老太说几10年前就见过他，可真好也才30岁左右，那就意味着他不止一次来过这个年代，甚至还又回到了现代。真好这么恨我，难道是因为他又来到了这个时代？那就代表着回去的路可能很难，所以他会气急败坏。穿越了至少2次，盯着程家那块石头和我不放，真好啊！你到底有什么阴谋？
老王，今天客商多，门口盯紧点，别让闲杂人等随便进来。另外，工人上下班注意安全，有啥情况及时跟我说。放心，我一定盯紧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发达了就忘了我这个债主了，你欠钱不还，天打雷劈呀！哎，这不是村口乞讨的乞丐吗？怎么跑这儿撒扑了？看他这架势，是要碰瓷儿啊！刘老板可是个好人，带咱们村挣钱，怎么会欠钱不还？你他妈胡说八道啥呢？锦衣为人仗义，从来不会欠别人钱。你个臭乞丐，想碰瓷儿骗钱吧？狗腿子，你个狗腿子，滚一边去！让刘锦衣滚出来，我只见他。别在这里装疯卖傻。锦衣欠你什么钱？你倒是说说，他什么时候向你借过钱？有凭有据吗？凭据？哼！有凭我认识他，凭我知道他的秘密。今天必须给钱，最少100，不然我天天堵门口。100块都能买半头猪了！咋回事？这玩意儿可影响你们生意啊！让您见笑了，就是个碰瓷儿的无赖，我马上处理好。赶紧起来，再不走我们就报官了！我不起来，你们报官啊！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刘锦衣欠钱不还，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做生意！你这个垃圾！今日好心给过你馒头吃，你现在竟恩将仇报！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立马离开！你再撒泼我就报官了，到时候你不仅骗不到钱，还得蹲大牢！有本事就报官，我就算蹲大牢，也要毁了刘锦衣！王叔，报官，让领导过来处理。哎。老王，等等！咋了？再不报官，这无赖做升天了！你面生得很，但声音又格外耳熟。抬起头来，让我看看你是不是他。我是谁？我是你债主刘锦衣！你给老子装什么装？你就算穿得再体面，也掩盖不了你欠钱不还的本性。真好，你果然也穿来了。你认出我了？你竟然认出我了！我的天，看这形势，他俩不光认识，还大有渊源啊！刚才刘老板说啥？穿越？啥意思啊？这俩人怕不是都疯了吧？锦衣，这无赖到底谁啊？真不报官？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穿过来，没想到你也跟着来了。没错。咱俩还真是冤家路窄。第一是我来的稀里糊涂，第二是才发现一切都是因为你。你果然穿了两世，但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上次好不容易回到现代，你他妈一撞墙又把我搞来了。当年要不是你放高利贷，我会撞墙。再说了，你两世都穿成乞丐，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那股力量有反应了，怎么会在这时候？我脑子有病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？告诉我上一世你是怎么回去的，我给你钱。给我钱？晚了！现在我要你的工厂，要你的娘们儿！这叫花子脑子被门夹了！咱这作坊风生水起的，他也敢提这要求？这乞丐真是无理取闹，胡搅蛮缠。哼，你找死！清河是我的女人，你连想都有罪。要不是你把我带过来，我能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？要么给我一切，要么你就永远别想知道怎么回去。你大爷的！我的天，锦衣动手了！他那么和善的人，看来这回是真齐了。锦衣。要动手让我来啊！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，花不完的钱，貌美如花的老婆，你有什么？你回不去，这辈子只能是个人人唾弃的乞丐，而我还是人上人。刘锦衣，我错了，我刚才是气话，是我胡说八道。你给我100块钱就行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，绝不隐瞒。
怂了？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就不该惯着他。可我现在不想知道了，我过我的锦衣玉食，你过你的风餐露宿，滚吧，别再让我看到你。你给我等着！还有脸放狠话，赶紧滚！他俩刚才说的啥呀？什么穿越，什么第一世，听得我云里雾里的。老王，以后多盯着点儿，别让他再过来闹事儿。刘锦衣，敢让我当众出丑，我一定要让你倾家荡产，一无所有。锦衣，现在作坊这么忙，你神神秘秘带我来县城干什么呀？进去看看你就知道了。这院子太好看了，真气派，位置也好，安静又方便。你真的买下来了？买下来了。你的名字？我的名字，锦衣。你何必这般破费？我从没奢瞧过这么好的宅院。青娥，别的人有的，你必须有；别人没有的，我也想给你。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从来没觉得委屈，只要跟着你，住哪里我都心甘情愿。那不行，我刘锦衣的女人值得最好的。以后这院子你就是老大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听你吩咐。那我可要把屋子收拾漂漂亮亮的。都听你的。从前我孤身一人，无牵无挂，遇见你之后，我有了软肋，也有了铠甲。我想要一个家，家里有你，朝夕不离。我也是，三餐四季，烟火相伴。清河，我爱你。你愿意嫁给我，做我一辈子的妻子吗？仅愿意，我愿意嫁给你，一辈子都愿意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刘锦衣的妻子，不负相遇，不负余生。这一辈子有你，人间值得。我也是。实在抱歉，后面的画面得保密。真好兄弟，到底有啥法子？我现在可是倾家荡产，连口饭都吃不上了。当然是毁了他！他凭什么住豪宅，睡好看的娘们儿？好哥，报仇可以，可咱们能得到啥好处啊？总不能白干吧？刘锦衣现在有钱有势，咱们可不能白白送死。是啊，好哥，刘锦衣身边有安保，还有领导撑腰，咱们明着来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搞不好还得蹲大牢啊！你们懂个屁！明着来不行，咱们就来阴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刘锦烟有今天的风光，全靠程家老宅底下的一块石敢当。那石头能帮他聚财挡灾，只要毁了那块石头，他的好运就会彻底消失。家业也会瞬间崩塌。真假？只要毁了那块石头，刘锦衣就会一无所有。那咱们赶紧动手啊！急什么？石敢当藏在地下，能直接挖吗？凡事要动脑子。蠢，我早就研究好了。石敢当周边有很多同源石屑，还有附属的地气脉络。只要咱们毁了这些东西，就能搅乱时清气运，让石敢当失去作用。到时候刘锦衣就会跌落谷底，比咱们还惨。啥是同源石屑、地气脉络？咱们一群糙人哪懂这些？别到时候没毁了刘锦衣，反倒搞砸了自己。少废话，你不用懂，跟着我干就行。你们偷偷潜入刘锦衣作坊的地界点位，把周边的石屑全砸了，再挖断地下的地气脉络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没人抓得住咱的把柄。好主意，真好兄弟，就按你说的来，我早就想报仇了。那咱们干完这票，能从刘锦衣那里捞点好处不？蠢货，等他身败名裂，他的钱和作坊还不是咱们的？到时候咱们不仅能报仇，还能发大财，再也不用过这种苦日子。
保证把事情办得妥妥的。犊子，你带二狗子去刘锦衣作坊周围，把这种石下全砸了。三愣子，你去刘锦衣宅院附近盯着，一旦有动静，立刻给我们报信儿。放心，不砸干净那些石穴，我就不回来。我二狗子偷鸡摸狗，没人发现得了。记住，过了夜里12点再动手，手脚麻利点。这个蠢货穿越2次了，还不知道实敢当单向户主。快点，夜深人静，赶紧动手！刘锦衣，过了今晚，你就会一无所有。咱们作坊升级成了工厂，不知道真好会不会搞小动作？要不要留2个人盯着？不用，咱在县里要防着他们，不能让他们耽误咱进军县城的大事。老板说的对，这次不仅要拿下最好的铺面，还要尽快开连锁。现在可是经济腾飞的最好时代。刘老板，几年不见，越发的精神了。听说你要来县城发展，我特意在这儿等你呢。辛苦李局了，我这次来想买些铺面，做连锁的大型商超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刘老板，真年轻啊！不过什么是商超？我听省里亲戚说，就是一个能买到所有东西的供销社，价格还便宜。那这铺面开起来，咱们买东西可就太方便了。这是咱们县招商来的优秀企业家，大家要多多支持。二嫂，李局，这是我们的资料。很好，资料准备的很充足，我马上安排人特事特批。感谢李局的大力支持。刘老板果然爽快，后续经营中遇到问题尽管开口。以后还请李局多多关照。锦衣，装修队明天就进场。商场装修要快，消防设施务必要全，这是铁律。派人日夜看护，真好那帮孙子不会善罢甘休，敢来就将你们一网打尽。怎么突然感觉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包裹住了？妈的，上次砸碎石屑挖断地脉，竟然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他日子反而更加滋润。今天我就烧了他的全部家当。这库房里全是刘种一的命根子，一旦烧起来，他肯定得破产。就是咱们这么干，要是被抓住，可就惨了。是啊，刘锦衣会不会埋伏了人啊？怕什么？深更半夜的，没人会发现咱们。哼，他老婆怀孕了，他哪有心思管库房？放完火，咱们立马跑。等刘锦衣破产了，他的工厂，他的钱，说不定就是咱们的了。张秃子，把油泼在门口。二狗子、三愣子，铺干草点火，快！点着了，浩哥，点着了！着火！快救火啊！库房里全是易燃物，咱们的房子也得遭殃。2辈子，老子总能干到你一回吧。浩哥厉害，这火一烧，刘锦衣彻底完了，咱们的仇终于报了。不许动，全都蹲下。左边守好后门，别让火烧到住户。右边集中喷水，保住货品。怎么会这样？刘锦衣，你竟然埋伏了人！二小，检查现场。另外，那几个纵火的无赖，一个都别放过。在现在就知道你睚眦必报，我早就料到你会搞小动作。你以为烧了库房就能让我破产？痴心妄想！李队长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听真好的鬼话，不该来放火，求您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愿意认罪。我们就是一时糊涂，被真好骗了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呀。我们认罪，我们再也不敢搞破坏了。
我不认罪，我不能被抓，我不能被抓，我还要回现代。老实点，你跑不掉！放开我！我要回现代，我不能蹲大牢，我不能待在这里一辈子。把他们全部铐起来，挨个核对身份。我不甘心，刘锦衣，你毁了我的一切。我告诉你们，石敢当能穿越回现代，我要回去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他是知道自己要蹲大牢，精神失常了，净说些疯话。这伙无赖真是又可怜又可笑，编这种奇葩理由。各位乡亲，别被他的风言风语误导，这就是个纵火无赖，被抓后急疯了，胡言乱语而已。哼，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，押走。石敢当能穿越，我要回去现代。事情彻底告一段落，究竟是我自己谋划的，还是那股神秘力量引导的？真好，那伙人总算解决了，也算松了口气。他喊的石敢丹能穿越，肯定不是疯话。不知道我手里的残片，清河的祖传古玉，能不能拼出点东西来？这什么纹路？和我手里的残片一模一样，怎么还有2个凹槽？这2个凹槽看起来正好对应我手里的残片。不知道这些残片能不能破解石敢的秘密，带我回现代。再快一点，早点把所有线索都拼起来，或许就能知道回家的路线了。希望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亮了，真的亮了！这就是时空的力量吗？太神奇了！这就是完整的归途路线。石敢当集齐，归途路开启，抬脚归原式，留步安当下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想走就能走。回到现代，就可以马上见到爹妈。留在这里，可以守护清河和孩子们。可这里，终究不是我原来的世界啊。5年了，清河，我该怎么办？离开，能回到我原来的世界，可我舍不得你们。留下，就能和你们在一起，可我就没有爹妈了。虽然在现代混得像个笑话，惨的一批，但我内心深处还是认为那里才是我的归宿。现代是真他妈好啊！不像这年代，虽然发展快，但还是原始，太不适应了。在现代，出门有高铁，热了有空调，还有电脑。这双手已经太久没碰过键盘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现代有疼我爱我的爹妈，哪怕我连回家的勇气都没有，他们也一直等我回去。你啊你，是通往天堂的阶梯，也是锁住我灵魂的枷锁啊！但这里有清河，温柔贤惠，不嫌弃我来历不明，陪着我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，嘘寒问暖，无怨无悔。得妻如此，我怎能舍得丢下他们？还有我们的孩子，我想看着他出生，陪着他长大，给他最好的生活。老天啊，你是故意在为难我吧？到底该怎么选？选现代就要丢下清河，孩子，这辈子都可能再无法见面。那种撕心裂肺的痛，我承受不住。选这个年代，我能守着妻儿事业，过着安稳幸福的日子，可我就得丢下爹妈，不能给他们养老送终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每次想到要丢下一方，
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，但是对现代的疏离感越来越强烈。这通道怎么卡顿了？难道连上天都在帮我做选择？看着你熟睡的样子，我这颗心啊，瞬间就化了，所有的纠结和疲惫都烟消云散。看你睡得这么香，肯定是做了好梦吧？我曾经以为归途是我的救赎，可现在才明白，你们才是我的救赎。没有你们，就算回到现代，我也只会伤痕累累。把本来可以自由来回的通道变成一次机会，我就知道是你这破石头在搞鬼。清河，有件事儿瞒你很久了，今天必须告诉你，虽然你可能接受不了。不管是什么事儿，我都听你的。你之前没说，一定是事出有因。清河，我不是这个年代的人，我来自50年后的未来。通过一块带纹路的石敢当，意外穿越到这里。那里有我的爹妈，我的一切。我们第一次相识，就是我刚穿越那天。你说什么？你来自未来？我没听错吧？你真的是穿越过来的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知道这很荒唐，可我真的是穿越过来的。时空通道的力量越来越弱，今晚或许是我能回去的最后机会。锦溪，你不想走，我就陪着你。你要想回去，我绝不拖累你。我会把咱们的孩子养大，告诉他，在未来有个爱他的父亲。清河，谢谢。时空通道开了，锦衣究竟会怎么选呢？选哪一边都是在割另一边肉啊！选了妻儿，就等于没了爹妈；选了爹妈，就等于没了妻儿。真是遭罪呀！我觉得老板肯定会留下。清河嫂子怀着孩子，她怎么舍得走？别逼逼了，不要影响老板抉择。锦衣，不管你选什么，都别为难自己，跟着心印走就好。你选择回去，我就在这里等你，不管多久。清河，我舍不得你和孩子，也舍不得我爹妈，他们年纪大了，以前没机会回去，是天意，现在有机会不回，就是不孝。锦衣，跟着本心走，你选择回去，我们就帮你把孩子养大，不管你留下还是回去，咱们都是你的底牌。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折磨我？到底该选哪一个？一步之差，就是一辈子的遗憾。我既不想丢下清河，也不想丢下父母，该怎么办？本次抉择已绑定双人宿命，若对方留守，你的返程资格将永久清零。时空通道即将锁死，且永久不再开启。一边是归途，一边是归宿，我怕选错了，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。我不走了，我决定放弃现代，一辈子留在这里。这里有我放不下的烟火温情，有我此生最圆满的归宿。没能给爸妈养老送身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但也不是不能回旋。现在我不能留下你和孩子。锦衣，谢谢你选择留下守护我们，守护这个家。说得好，小子，咱们这儿就是你的家。或许我终生都无法回去了，也好，这样除了遗憾，我再也不会煎熬了。对方已选择留在汤氏，
你体内残存的时空力量全部收回，返程资格永久清零。不，你不能这样。清河怀着孕，你多照顾着点儿，有啥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喊我。今天辛苦张婶了，以后常来家里坐。彻底了断了，什么念想都没了。真好啊，真好！你机关算尽，到最后终究还是没回去。时空通道肯定还会开，我一定能回去。我不要在这破年代坐牢，我要回去。放我出去！我不是这个年代的人，我不能在这儿坐牢！吵什么吵？在这儿喊破喉咙也没用，给我老实点。管教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你们必须放我回去！我要穿越回去，我不属于这儿。行了，别胡咧咧了。刚接到通知，你判决下来了，无期徒刑。你说什么？无期？不，我必须回到现代。不，我拼死折腾半生就是想回去，怎么最后落得这个下场？该死的刘金一，我这辈子被你害得彻底困死在这里了。也好，恩怨尘消，往后再也不用跟这种烂人纠缠了。真好，出来放风了，老实点啊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我要回去，我不要在这儿坐牢，我不要困死在这个破年代啊！啊！老天爷，你睁睁眼，放我回去吧！我就是个大傻子，不该追着刘金熙不放。要是和刘金熙说清楚，说不定还能回到现代。可如今，哟，这不是风光无限的真大债主吗？怎么，不喊着把刘锦衣弄死了？现在哭有鸡毛用啊！你给我闭嘴！老子才不跟你们这些偷鸡摸狗的烂人一样！老子以前在现代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有头有脸？你就是个脑子进水的夯货，和县里的首富作对，能有好下场？人家踏实做生意，你呢？心术不正的玩意儿！别说没有穿越的机会，就算有，也是被你自己作没的。是啊，我要是不那么做，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？我错了，老天爷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想回现在，再苦再累我都愿意，求你了，刘锦诗，我错了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大人有大量，让我回去好不好？闹够了没有？在这哭天抢地，丢人现眼！啊！我没闹够，我要回去，我必须回去！来人，把他押到禁闭室，什么时候老实了再放出来。放我出去！我要回家。清河，加油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别太着急，坐下歇会儿。张大夫很有经验的，青音身子骨也结实，肯定能母子平安。李婶儿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就放宽心吧，咱们清河有福，肯定没事儿。我也知道，可我就是放心不下。张大夫，求你帮帮我，让孩子平平安安的。为了孩子，我一定能行。生了，生了！清河，清河，怎么样了？你还好吗？恭喜啊，小伙子，你老婆顺产，没遭什么罪，而且啊是龙凤胎，2个孩子都特别康健，白白胖胖的，这可是天大的福气呀！你说什么？龙凤胎？
大小都平安，都平安，快进去看看吧。清河，辛苦你了。只要你和孩子们都好好的，我什么苦都不怕。锦衣儿女双全，这可是咱们大院的大喜事儿啊！清河，快趁热喝点小米粥，补补身子。锦衣这小子事业红火，儿女双全，真是好福气。谢谢各位婶娘，这几天辛苦大家了。咱们一起沾沾孩子们的福气。这次多亏几位婶娘的照顾了。锦衣清河今天把你们叫来，是要揭开一个隐藏了上百年的真相。它关乎锦衣的穿越，更关乎咱们所有人的宿命。老爷子，快说！我已经疑惑了20多年，我一直以为到这里是意外，后来发现，一切都不是偶然。是啊，太爷爷，我之前从没听你说过这个事情啊。那是因为这件事，程家历代只传族长。锦衣之所以能穿越，确实不是意外，而是程家祖辈早就定好的宿命。宿命？你当年撞的那块石敢当，不是普通的石头，它是程家世代死守的贴身祖产。什么？石敢当是咱们程家的祖产？太爷爷，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？程家祖上占卜出，后世会有一位心境品行绝佳的苦难少年，他是程家注定的女婿，所以祖辈早早就邓相布设了时空接引，主动选中锦衣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注定的。没错，你的走投无路，正是程家祖辈为你开启的新生之路。难怪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莫名亲切，原来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相守一生。那个真好，只是凑数绑定的悲情路人，他的出现只是为了磨砺你，坚定你的决心。不对，当年真好说他穿过2世，陈老太也说几10年前就见过真好，那是事故。石敢当误判，提前让真好来了，但落点提前了几10年，没多久便送他回去了。直到你的契机点出现，他才按照真正的宿命过来了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们的圆满不是偶然，是宿命。我还有个遗憾，就是此生再也见不到父母。对未来的你来说，并不是遗憾。什么？您是说？锦衣，这是哪儿啊？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怎么了，锦衣？你怎么突然哭了？妈，我回来了！你这混账小子，这几年跑哪儿去了？妈都快担心死了。这几年，锦衣，你怎么变成了年轻时的样子？怎么回事？咱儿子有点渴啊，摸人家老太太的脸。臭小子，这位老人家是谁？这是您儿媳妇儿。啥玩意儿？你找个这么大年纪的人当老婆？你这混蛋，吃软饭也不能这么吃啊！啥呀？我就吃软饭了。这是我一起生活50年的老婆。没发烧，可能是疯了。玩呢？人家导演设定的挺悲情一个认亲环节，让你俩搞得跟喜剧片似的。你别瞎咧咧了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们看扯淡的短剧吗？刚刚还看了我在大堂卖彩票，怎么啦？我穿越到了76年，在那儿生活了50年，本来都老得快嘎了，一见到你们莫名其妙就年轻了。清河，这是咱爸咱妈。爸妈。怎么我变年轻了，清河却一点变化都没有？我还有个遗憾，就是此生再也见不到父母。对未来的你来说，并不是遗憾。什么？您是说？我想起来了，
20年前程老爷子在祠堂说的那些话，应验了。这里是我20岁的世界，但你并没穿越，而是自然老去。那你要再回到咱家，岂不是又回到我的世界，还要变老？锦衣，你别回去了，留下，陪我一辈子了，也该陪爸妈了。傻瓜，你陪我一起在这不就行了？我都老成这样了，而你却这么年轻，你已经护了我一世。相信我，我们还要再爱一辈子。